武警总队究竟是什么级别的单位？为何都叫总队，却有不同的级别？这6支特别的武警总队需要搞清楚。大家好，我是启明，本期话题：武警总队。军改之后，从2018年开始，武警部队不光成为完全直属党中央和中央军委领导的我国武装力量的一部分，而且在转力改制森林、水电、消防等与武装力量关系较弱的专业队伍之后，编制构成更加精简。所辖部队主要分为内卫、机动和海警3大类型的总队，其中转力进来的机动总队分为第1和第2两支总队，其总部分别驻守在北方的石家庄市和南方的福州市，而内卫总队则总共就有32支总队，并且只有其中3支总队的主官为正军级，其余的内卫总队则都是副军级。另外，第1、第2机动总队和海警总队也是正军级，因此这6支武警总队是最特殊的。武警内卫总队是按照省级行政区划进行对应设置的。我国目前总共拥有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特别行政区34个，内地设立了31个对应各省级单位的内卫总队。另外，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内部，除了有武警新疆总队外，还有一支武警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队。其实军改后，于2018年在武警兵团指挥部基础上正式组建的。由于所在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是按照计划单列的特殊省部级区划，因此也拥有相应规模的省一级武警内卫总队。但是尽管在规模编制上都是省级区划内的武警总队，北京、新疆和西藏3支武警内卫总队却相对特殊，是比其他内卫总队高半级的正军级。那为何北京、新疆和西藏3支武警内卫总队高半级？根据惯例，一般武警总队都是比所在省级区划内的解放军省级军区低半级，而省级军区一般都是正军级，因此武警总队多为副军级也无可厚非。但是新疆和西藏两地分别担负我国西北、西南地区的边境守卫重任，因此解放军西藏和新疆军区都相继升格为副大军区级，也就是军改之后的副战区级别，并且还是军改后保留作战部队的3支省级军区的其中之2，因而新疆、西藏两地的武警总队相应的升格为正军级也很合理。同时，从实际担负的任务来看，武警新疆总队和西藏总队也担负比内地更重的反恐维稳等任务。至于另外一支保留作战部队的省级军区，就是北京卫戍区。虽然其级别是正军级，但守卫首都的职责重大，而武警北京总队同样在相应的反恐维稳职责上担负重担，因而定为正军级总队。同时还管辖武警雪豹突击队和防暴支队等力量。除此之外，另外3支武警正军级总队也很特殊。同为正军级的2支武警机动总队和1支海警总队究竟有何特殊之处，又担负怎样的重任？2支武警机动总队是军改后由14个武警机动师改编而来，武警机动师的前身就是解放军的仪重师，因此在实际战斗力建设上都是一支按照解放军的野战部队标准执行的。而武器装备从轻步兵的角度来说更是异常强悍，不仅有轻型防爆装甲车、步战车等，还拥有像87式82毫米迫击炮和82式无后坐力炮，以及车载速射炮等炮兵装备，甚至还有直9型通用直升机等多型直升机作为空中力量。在编制上，第1、第2机动总队都下设9个机动支队和多支特战、交通、工兵防化以及直升机支队等7个支队，因此分属南北的2个机动总队都是下设总共16个专业支队的强悍作战力量，类似于如今合成化集团军下的合车旅。因此，第1、第2机动总队被定为正军级单位也是当仁不让。而另一支武警海警总队则更特殊，原本海警队伍只归属国家海洋局领导，严格意义上说只属于国家行政执法性质的队伍，并不能算作国防武装力量的一部分。但是另一方面，随着我国海上力量的不断增长，之前被搁置甚至处于忍让状态的领海主权争端和海上权益维护问题，都需要有更强有力的队伍来解决。更重要的是，周边国家与我国有领海争端的都开始不断冒头搞事情，比如中日钓鱼岛争端、中非南海黄岩岛、仁爱礁争端等，这些都需要我国拥有一支强有力的专业海警队伍。于是，在军改后，2018年海警队伍成建制转力武警序列。虽然对外是挂中国海警局招牌，依然是国家海上行政执法力量，但是对内是将其当作重要的国防力量来建设的。当然，拥有2重身份并不是我国为了隐藏什么，而是在面对争端冲突时给对方留下余地。虽然我国海警的实力已经远超许多小国的海军，但再怎么说，海警毕竟是以执法身份出现，从而有效避免冲突升级为军事性质。不过要论实力，海警早已是第2海军。我国海警实力有多强，为何敢称第2海军？别的不说，就说谁家海警船能够达到上万吨排水量，而且配备高性能的雷达、舰炮和激光干扰武器等，就连海警传统技能的水炮都比别人威力更强。而这样的万吨海警船，咱随随便便就造了2艘。另外，以054A 护卫舰原型为基础设计制造的海警818型巡逻舰等一系列舰船，都是火力相当强悍的装备。在编制上，海警总队更是下辖了6个直属的正师级机动支队和11个副师级海警地方支队，被定为正军级总队，实至名归。